波音或与检方达成不起诉协议，空难家属寻求正义之路再遇阻碍。核心要点：波音公司正就2起737 MAX 空难相关的欺诈指控，与美国检方商讨一项初步的不起诉协议。若协议达成并获法官批准，波音将避免原定于6月进行的庭审。此举遭到346名空难遇难者家属的强烈反对，他们一直呼吁对波音提起公诉，以追究责任。司法部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正式协议细节谈判仍在进行。此前的认罪协议曾因法官的反对而告吹，波音随后改变了立场。新闻详情：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正接近与美国联邦检察官达成一项暂定的不起诉协议。这项潜在的协议旨在解决围绕2018年和2019年导致346人罹难的2起737 MAX 坠机事故所引发的欺诈指控。通过这项协议，波音有望避免在原定于6月23日面临的审判。波音被指控在其最畅销机型737 MAX 的关键飞行控制系统及机动特性增强系统问题上误导了美国的航空监管机构。虽然双方已接近达成共识，但这份暂定协议最终仍需得到法官的批准才能生效。对遇难者家属而言，这项潜在的协议无疑是一大打击。这些家庭自始至终都强烈要求检方对波音公司提起公诉，认为只有通过公开审判，波音才能为其行为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据报道，在周五与遇难者家属的一次会议中，检方透露波音已不再同意认罪。消息人士称，这一变化源于去年12月，当时一位法官驳回了波音与检方早前达成的一项认罪协议。在上述会议上，一位司法部官员向家属解释称，检方仍在权衡是推进不起诉协议，还是继续寻求对波音提起公诉。该官员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且波音与司法部尚未就协议的最终条款展开正式谈判。对于此事，波音公司和美国司法部均拒绝发表评论。遇难者家属的代理律师保罗·卡塞尔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安排。在2019年空难中，失去女儿的纳迪亚·米勒龙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质疑，司法部及其官员如何能为与一家在他看来是屡犯者的公司达成协议进行辩护。值得回顾的是，去年12月，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官里德·奥康纳驳回了波音与检方此前达成的一份认罪协议。当时法官的裁决主要对协议中关于指定独立监督员的多元化条款提出了质疑。这一裁决导致案件进程被延长，并使此案的后续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波音最初的认罪协议涉及对一项刑事欺诈共谋指控认罪，并同意支付最高达4.872亿美元的罚款。我的观点，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波音公司接近与检方达成不起诉协议，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首先，从法律和检方的角度看，不起诉协议可能被视为一种务实的选择，它可以确保波音支付巨额罚款，接受一定的监管或改进措施，同时避免冗长且结果不确定的庭审。在某些情况下，不起诉协议可以更快地迫使企业做出改变并支付赔偿，而无需承担庭审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避免庭审也能节省大量的公共资源。然而，从遇难者家属和公众的角度看，这项协议无疑令人沮丧和难以接受。空难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无法弥补的伤痛。家属们希望通过公开的审判，让波音公司的高层和相关责任人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彻底揭示事件的真相，并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企业的欺诈行为即使导致灾难性后果，也无法通过私下协议轻易规避责任。不起诉协议即使伴随罚款和监管，可能被视为一种花钱买平安，未能真正体现正义得到伸张。这可能会削弱公众对司法系统处理企业不当行为的信心。对我而言，这反映了法律体系在处理重大企业犯罪时面临的挑战：如何在追求效率、
确保赔偿与满足受害者对公开追责和象征性正义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虽然不起诉协议有其法律上的合理性，但在如此重大的涉及生命损失的案件中，受害者家属的情感和对全面问责的渴望是无法忽视的。这项协议如果最终达成，无疑会让那些遭受巨大痛苦的家庭感到失望。他们觉得波音似乎再次避免了在聚光灯下接受最严峻的考验，这凸显了企业行为责任与司法程序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尤其是在涉及公众安全和信任的领域。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